普京和拜登刚刚进行了新一轮的会谈，而在会谈现场却被拍到了各自携带核手提箱的画面。一起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举行了会晤，这次美俄领导人的会晤也是自拜登上台以来的首次。拜登会以何种姿态面对普京？未来的美俄关系会走向何方？拜登和普京具体会谈哪些事情？这些都是外界所严密关注的焦点。而在普京拜登见面会谈的消息传来以后，有部分外国媒体就注意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不论是拜登还是普京，本次前来会谈都是带着双方各自的核武库前来谈判的。外媒之所以会这么认为，皆因拜登与普京各自专用的核手提箱均在会谈现场出镜亮相。这种能够启用核武库的核手提箱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据外媒消息，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元首级会谈。在拜登和普京抵达会谈现场时，有外媒记者就拍到了一名跟随普京的俄罗斯海军军官随从，手里提着之前曾被俄罗斯军方曝光过的切吉特核手提箱。这种外形不起眼，看似公文包一般的手提箱，实际上是俄罗斯战略核力量卡兹别克自动控制系统的便携式用户终端。该终端可以通过卫星连线的方式远程连接俄罗斯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其中包括俄罗斯战略核力量中的核反击系统，供俄罗斯总统下达战略核导弹发射的指令之用。而之所以设计成类似手提箱的便携样式，主要是为了方便俄罗斯总统在外出出行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也能够随时联系到俄罗斯的战略核打击力量，一旦有紧急情况即可下达核打击、核反击的命令，是俄罗斯战略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和组成部分。无独有偶，携带核手提箱前来会谈的不仅仅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拜登这边也携带了类似的装置，并且被记者拍到。专供历届美国总统使用的核手提箱名为足球，其作用和俄罗斯的核手提箱类似，可供美国总统在离开白宫外出访问时随时联系上美军的战略核打击力量，下达指令。当然了，核手提箱本身也并没有电影中那么神奇，只要一按按钮，本国的所有核武器就能瞬间全部发射。实际上，想要将核武器发射出去，是要有一套非常复杂的通信过程和命令核实的。这个核手提箱说白了其实就是个信号发射装置，并不能直接操作核武器的发射。要真像电影中展示的那么简单，那恐怕人类早就被毁灭多少回了。实际上，俄媒就曾经表示，俄罗斯为发起核打击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基本上只有当俄罗斯遭遇核打击时，总统才会下令打开核手提包，动用核力量实施报复。实际上呢，现在各国元首所掌握的核手提箱，更多的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象征，用来震慑敌人。而普京和拜登均不约而同地携带了核手提箱前来会谈，这样的特殊情况立刻就引发了外界的热议和广泛关注。俄罗斯军事专家瓦西扬诺夫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美俄总统带着各自的核手提箱前来会谈，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带着美俄两国各自强大的战略核武库前来会谈。某种程度上来说，均能代表两位总统的强硬态度，在公开场合显示自己手中有强大的核力量做靠山支撑，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屈服。在本次会谈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声称，美俄两国的关系目前正处在历史最低点。他并不期望这次与拜登的会谈能有什么建设性成果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进展。换言之，普京对于这次会谈一开始就不抱什么太过看重的期望，而面对美国愈发咄咄逼人的各种挑衅行为，俄罗斯就需要彰显自己的决心和信心，
和能够保卫国家主权以及利益的强大武力，携带核手提箱前往会谈是很好的表现方式之一。而从拜登同样携带核手提箱继续炫耀武力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打压态度依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俄美关系的改善，即便是在本次会谈之后，恐怕也难以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